还只是回村摆烂开了个小超市，没想到第一个客人却是一个年轻英武的小将军。你这是拍戏呢？沈金岩满脸疑惑。这女子容貌倒是精致，可衣着古怪又清凉，这铺子也很是古怪。这可是盛夏，我穿 T 恤短裤坐在空调房都还要时不时啃根冰棍，你拼命三郎啊，也不怕中暑，服了。我不是拍戏，拍戏是个名字吗？算了，这世道什么人都有，赚钱最重要。你好，要买些什么？你这里可有顶饱的吃食？思瑶立即拖出压箱底的压缩饼干。喏，军用压缩干粮，最顶饱，1块可以顶1顿饭，一包里面有2块，没过期哈，你看清楚。这么小一包，能顶2顿饭？可以拆开看看吗？可以的。沈金岩翻来覆去的扯包装袋，思瑶傻眼，这莫非是个傻子，压缩饼干都不认识了？他还是耐心把他教会，又很没原则的递上一瓶水。送你的，喝吧。他快速的吃掉了压缩饼干和水。没饱。那东西遇水则发，再吃你会撑坏的。好，我知道了，这2箱怎么卖？2箱有40包，一共给400块就成。400文钱，太便宜了。沈金岩随手丢出一个银锭。不用找了，若是好，下次又来。说完，沈金岩抱起2个箱子，撒腿就跑。思瑶看着银锭陷入了沉思，于是去了当铺。老板，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您帮忙长长眼。我看看。当铺老板满脸笑容，当即出价6000块。思瑶云里雾里的，2箱压缩饼干成本也就300块，这直接净赚5700块，暴利呀！四姑娘，你若还有这种银锭可来找我，多少都收。好的，老板。想起那个帅鬼说的下次还来，思瑶果断拨打电话，直接进了20箱混装口味的压缩饼干，还有几箱水。沈金岩抱着饼干回到了沙漠边缘的城池。牛大夫看傻眼了，这是你查验一下，这东西有没有毒？牛大夫一脸懵逼，但还是照做，仔细检查一番后道：少将军无毒，能吃，真好吃，这是哪里来的？牛大夫满是崇拜的看着沈金岩。大军自从打到雍州城外，就缺水缺粮，后续补给跟不上，雍州又一时打不下，大军进退两难。让各队收集银两，跟我去采买这种东西。副将转身去执行，牛大夫却像是听到了天书。采买？这东西是买回来的？对，在一条小巷子里买的。牛大夫不可置信，小巷子？这镇上还有商户？副将一脸担忧。将军，这东西我们从未见过，再者说这地方早都打烂了，百姓都逃光了，哪里还有商户？是有反常即为妖，将军慎重啊！大家开始纷纷劝说。沈金岩看向2个副手，那你们还能有别的法子弄来粮食和水吗？副将闭上干裂的嘴，他的沉默震耳欲聋。现在的困境，他们只能赌一把。少将军，元帅回来了。沈中海一进来就看向桌子上的纸箱。我听说你在让人搜集银两买东西。副帅，这是我刚从一条小巷子里买来的，能吃，无毒。带上一队人，先去看看。诺。沈金岩立刻带着20人全副武装走入那个巷子。沈金岩当先走了进去，20人随即跟上。下一瞬，沈金岩惊讶，只有他进来了。他们人呢？将士们进去，站在废墟中面面相觑。说好的铺子呢？商户呢？不对，我们的将军呢？将士们慌了，四处搜索起来，可除了断壁残垣，什么都没有。队长果断下令，留一半人在这里，另一半跟我回去禀报元帅。众人正要行动，却见沈金岩一脸茫然地走了出来。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众人集体汗毛倒竖，队长忍着恐惧。将军，我们进去了，里面只有废墟，没有您。沈金岩一头雾水。怎么会？再试试。沈金岩又带着众人试验几次，结果都是如此。他隐约明白，可能只有他能看到，于是拿着银子和铜板再次走了进去。结果和思瑶撞个满怀，给他吓了一大跳。你来了呀！沈金岩看到他视线落在刀上的惊恐，下意识解释：我来买东西。随即把银子铜钱都放在了柜台上。这些能买多少上次那个饼和水？思瑶的目光被2个银锭给吸引。这2个银锭比上次的大，再加上那些碎银子和铜钱，岂不是赚翻了？这里有20箱压缩饼干和水，你都拿走，暂时只有这么多。那我下次来，能不能多备点？各50箱可以吗？没问题，明日你来取即可。思瑶感觉良心不安，给他送了几箱方便面和肉罐头，想了想，又给了他一瓶2锅头。沈金岩搬了好几趟才搬出后门，思瑶挑选了几个银锭就去了当铺。四小姐来了，快请坐。您看看这些值多少？老板仔细检查完之后，兴致冲冲地开口：这2个都是10两银锭，品相也不错，按照1万一个，成吗？思瑶一把将银锭收回来，丢出去3个铜钱。您再给我看看这3个铜钱。我在这行也算是见多识广，可这3枚铜钱的花纹式样从未见过，难道是哪个短暂又没有传世铜钱的朝代吗？物以稀为贵，若这些铜钱是真的，四小姐，你这东西我看不准，你看这样行不行？这2个银锭我收了，这3枚铜钱我拍个照片拿给我老师看看，如果有消息我再给你回信。你老师？我是文物鉴定专业毕业的。
好，大学生就业难啊，他这是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被迫创业开当铺吗？戴恒新拍好了图片，将铜钱还给思瑶。思瑶将银锭当了出去，拿着2万块离开了当铺。看这个架势，以后那位鬼将军还会再来交易，再来几次，今年的 KPI 就完成了，还找什么工作？完全不需要努力了，好吧？随后他去买了个保险箱，打算放置谷物。吃饱喝足之后，他就开始算账进货。鬼将军这块一天净赚人民币22300元，这还不算留下的碎银子和铜钱，暴利啊！思瑶盘算着睡了过去，可沈金岩那边却炸开了锅。女孩只是回村摆烂开了个小超市，没想到却把压缩饼干卖到了古代。将士们看到眼前的场景都大吃一惊。快查验这些食物是否有毒。大人，经检验这些食物无毒可食用。明日你多带些人去，多买一些吃食和水回来，再问问他的铺子还能在哪里开多久。诺。若是明天真能带回大量吃食和水，我们就准备攻城。诺。翌日沈金岩就来提货了。都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么多够吗？你这里的吃食中最顶饱的是哪种？就这个，方便携带又饱肚子，这可是军用干粮，士兵野外急行军都用这种的。这种你还能准备多少？你要多少有多少。看着沈金岩四处打量的眼神，思瑶赶忙解释：楼上是我住的地方，压缩饼干我是从作坊里调货过来的，那个作坊很大，一天能做好几千箱。我想要5000箱压缩饼干，5000箱水。这个鬼可真敢吹牛啊，张嘴就是10000箱，这是传说中的鬼话连篇。不对，鬼不是吃香火的吗？沈金岩早就预料到他不信，直接拎起布袋就放到柜台。这里是100两黄金，充作定金，若是能成，明日取货时我再给你200两黄金。思瑶满脸震惊，忍不住开口：你是人？你以为我不是人？我这后门是条洗胡同，里面根本不能过人，你每次出门之后就毫无踪影，如果是人的话，你是怎么走的？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好，我是大梁的将军，因攻打雍州未果，现在停留在雍州城外的西马镇，缺水缺粮食，阴差阳错发现了你的铺子，我想在你这里购买粮食和水，解决当下的困境。那么多粮食和水，你怎么不带人来搬？将士们都进不来，只有我能进。思瑶愕然：你们日常都能吃饱饭，穿暖衣裳，住上这样的房子？是的。你们国家不打仗吗？你们太幸福了，真羡慕。大梁就是时不时被各国扰边，才需我们这些将士们不断征战打回去。那是。既然都能穿得起衣裳，你为何穿这样少？你什么意思？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我给姑娘道歉，还请姑娘原谅。算了，我们道不同，不是一路人。那我就告辞了，明日我再来。你这金锭必须保真，若是不保真，我这里以后可就不接待你了。司姑娘只管找人勘验，若是不真，我沈金岩向上人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你可算了，我不要你脑袋，以后不和你做生意就是了。沈金岩离去时，另外留下了50两银锭。叮咚，跨时空超市终端系统启动，宿主思瑶，等级1级，系统仓储功能和交易功能开启。交易时空大梁朝，交易对象沈金岩，超市营业额26000元，纹银50两，铜钱56文，定金黄金100两。我就说怎么会有古代的将军来买东西，感情这小卖部竟然成了跨时空超市系统，现在是1级，只能跟沈金岩绑定交易，以后或许能跟别的人甚至别的时空交易。思瑶激动的不行，他赶忙进入仓储功能。这不就是我那个30平的库房吗？各5000箱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分2次放应该差不多。逻辑跑通了，思瑶决定先去当铺把金锭当了。司小姐又来了，今天有什么好货？思瑶看着店里的老者没接话，戴恒新看出思瑶的警惕，主动介绍道：这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伯父，北城大学文物鉴定专业的教授戴望年。思瑶心中的警惕放下许多。戴老师就是之前戴老板说的看铜钱的老师吗？你就是那个铜钱的主人？是的。我没有别的意思，这种铜钱我从未见过，查了文献也没查到，我很好奇，想看看实物。思瑶掏出铜钱给他，戴望年立刻就认真查看了起来。市面上的大梁通宝一般是1000元一个，但你这个式样从来没见过，会贵一些，但有磨损，我只能给你2000元一个，不知能否出手。那么值钱？这种铜钱我家保险柜还有一大把呢。成。戴望年瞬间高兴，忙让戴恒新给钱。司小姐还有没有别的好东西给我们长长见识？思瑶想了想，拿出了金锭。这是金锭？是的。戴望年兴奋不已，这一称出了362克的重量。这是10两金锭，古代的称是16两1斤的，所以1两差不多也是31克到36克不等。这东西你也要卖？是的，我急需用钱，没办法。这样吧，这个金锭给你80万行不行？80万，这么值钱吗？好的，我有2个。思瑶一离开当铺，就跟批发铺的老板亮叔订货。
矿泉水不是问题，随时都能有。5000箱压缩饼干要求1天内调齐，估摸着要跨城调货。品牌不限，包装不限，只要凑够5000箱压缩饼干就行。得了老板肯定的承诺后，思瑶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拿下这个大单，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加油！看着杂乱的库房，思瑶苦不堪言。这个系统不能自动理货吗？如果都要靠手搬，得多累。叮咚，是否开启自动理货功能？是，人民币1万元，否0元。1万元好贵哦，但若是这系统能一直帮忙理货，那就相当划算啊。是，微信扣费1万元整，系统自动理货功能已开启。很快，原本乱七八糟的库房瞬间焕然一新。牛啊，亮叔，什么事啊？思瑶啊，有个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说，就是你这个铺子，之前你姨妈管的时候，好像在外头赊欠了很多货款，有几个都来问我了。什么？我这不是要给你调货吗？那些老板听说我是供应给你的，就问起我这件事来。听说你给了定金，他们才放心将货给我。常年供货的那几家，我跟他们说换老板了，怎么还赊欠了那么多？几个老熟人听你说了以后，后来也都没赊欠了，他就另外找了几户批发商赊欠的。多谢亮叔告诉我，麻烦你回头告诉他们实情，让他们东西给谁就找谁要钱，要不到就抓紧时间起诉。好的，亮叔明白了。临近中午，亮叔送来了第一批货，3000箱压缩饼干，2000箱水。亮叔，我先把这批货的尾款付给你，下一批货送过来，我也现场结账给你。那感情好啊，你这批货要得急，好多都是我店前从别人那里调的。第二车货我晚点给你送过来。思瑶将货品都整理好后，沈经言就来了。至少20块金锭，尾款付清。好，你拉货吧。很快，库房里的水和压缩饼干就都交付完了。眼下这几千箱物资足够我们先开打了，若是顺利，说不定不需要后续的物资都能将雍州城打下来。司老板，你这里可有治疗外伤的药，还有清洗伤口用的烈酒？你是怕打仗受伤以后没有药物是吧？这个好办，你给银子，我给你去调货。这里面有20个10两银锭和10个10两金锭，暂时只有这些，若是不够，等下回我再拿过来。好。于是思瑶拨通了酿酒坊老板的电话，女孩只想摆烂当咸鱼，没想到却遇到了用黄金换物资的古代将军。于是思瑶就开始四处寻找供应商订货。吴伯，你这里最烈的酒是哪种？这是双蒸酒，有60度，15块钱1斤。如果你要的多，我给你算10块。好，就这个，你这有多少，我都要了。思瑶最终买了300斤双蒸酒，紧接着又在网上买了些止血粉、止痛药、消炎药，还有免缝针敷贴，总共花费差不多5万。就先这么着吧。这边刚下单完毕，亮叔的第2批货物到了。姚丫头，你前面的货就交出去了。对方给了钱，我就让他拉走了。亮叔想了想，直接道：我们多少年的关系，要不你直接让我帮忙送过去就行，你也不用再倒腾一次。你放心，不该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多说的。亮叔，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想给我省事，但是这个客户比较挑剔，非要亲自来拿，你就不用担心了。想想也是，小姑娘这样谨慎是对的。临走前，亮叔又说起了葛春玉赊欠货款的事。我跟那几个批发铺子的老板说了，他们说晚上会来找你商量，看怎么处理。要不你提前做些准备。我知道了，亮叔，我会做准备的。傍晚时，沈经言又来了，这次他身上有浓重的血腥气。这是开打了吗？这是我给你买的药，可能和你们用的药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你认得吗？不认识。你们的字我也不会写，要不这样，我念给你听，你自己写了贴在上面，带回去用可以吗？多谢。很快他就按照思瑶说的写完了。这里面是你要的烈酒，你要不要尝尝？不必，今晚还要攻城，严禁饮酒。那行，你都拿走吧。若是效果好，以后我还找你。没问题，你只需要照着说明书用，就一定有效。5万块钱的药品和白酒，转眼卖了10个金锭，这就800万了，再算上之前的，要暴富了呀！奖励一下自己吧。于是思瑶悠哉地吃起了瓜。小思瑶，你这超市天天关门，你做的什么生意哟？罗阿姨，快来快来，我买了2个大西瓜，你帮我尝尝味道怎么样？啊呦呦，小思瑶越来越懂事了嘞。很快，思瑶小卖部门口就聚集了一群邻居。瑶瑶，你姨妈为什么不守超市了？思瑶趁机大吐苦水，将葛春玉说要开工资才肯继续守店的事情和赊欠了好多货款的事讲述了一遍。你这个姨妈也太狠了吧！她用你家的铺子做生意，1分钱不给你，还要你倒贴钱请她来守店。姚妹子可不能帮她还钱啊！要是还了，她以后又去赊欠，都说是你的，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一会儿还有供货商来找我要债，我正发愁着呢。不怕，我们在，我们给你作证。
就是做人要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你让他上法院告据。就在此时，几个人走了过来。老板娘在哪？叫老板娘出来。我就是老板娘。你妈在哪？我找你妈。我妈去年出车祸走了，你要找我妈，只能去下面找。我今天听亮叔说你在调货，进了很多压缩饼干，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是飞翔批发部的老板魏翔。过去1年，思瑶小卖部在我那里赊欠了3万多的货款没给，我今天是来追债的。请问你和葛春玉是什么关系？那是我姨妈，去年我父母意外过世。思瑶将事情经过都解释了一番。如果你们要追债，直接找我姨妈，你找我没用。她接手的时候，我和她签了合同的，前账我清，后账她清，互相不负责。魏翔看完合同，立刻明白是被葛春玉给骗了。反正你们都是一家人，他欠债了，你来还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不是刚做了一单大生意吗？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什么？那是我姨妈，又不是我妈。我赚钱就要给她背锅吗？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如果你要追债，你可以直接找她，她不认账，你就告她。两个男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帮忙证明。司老板，我们现在去找你姨妈要钱，只怕也要不回来。你看这样行吗？你以后还有这样的大单，能不能从我们这里进货？我们也赚点钱，弥补一下损失。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向你们进货，但是我要确保东西对，价钱也不能比别的地方贵，能做到吗？能。双方达成一致，那群人就离开了。这就完事了。翌日思瑶刚营业，沈金妍就来了。今天她穿了一身便服，整个人都神采奕奕。男色货人啊，仗打赢了，不用穿铠甲了。这是送你的。送我的吗？匣子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珠宝首饰。这样一匣子的珠宝首饰，在古代只怕是价值不菲。这是哪来的？昨夜工程富户们家中搜出来的，我捡了些好看的，给你挑了一匣子。抢来的？别是喜人的东西吧？那就太晦气了。只要了东西，没嘎人。没有沾染人命就好。你想要什么？不用，这些是送你的。我还准备了金银锭，想再从你这里买些药，不知可行？没问题。沈金妍掏出一沓单子，念给思瑶听。你这个也太多了，我们这里有些药买多了是会惊动官差的，搞不好我会被抓进去。要不你等等，我先记个数，去问问情况，再给你答复。好的，那我晌午过来听消息，告辞啊。这个你之前送了我2箱，味道还是不错，这个怎么卖？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可都是科技与狠活，古人哪能扛得住诱惑？你喜欢再送你2箱？女孩只是回村摆烂开了个小超市，没想到却把泡面和淀粉肠卖到了古代。而此时牛大夫早已等在营帐门口等待试毒。将军，这次又拿了方便面回来，这个是什么？四姑娘说这是淀粉肠，扒皮后可以直接吃。好吃吗？不是，我先看看有没有毒。牛大夫说着，已经将方便面泡好，还加了2根淀粉肠。随着香味的飘散，将士们嘴角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好羡慕牛大夫可以试毒。将军，这泡面加淀粉肠简直绝配啊！这也太好吃了吧！既然大家都喜欢，我下次再去买100箱回来。将军威武！沈金妍离开后，思瑶就去找春天大药房老板叶玉斌了。叶叔，吃早饭呢？死丫头，我听说你做了单大生意。是嘞，叶叔，我有点事情跟你请教。我就说你这丫头如果没事，肯定不往我身前凑。嘿嘿，你要问我什么事？我有个朋友想买些药，因为量比较大，所以托我来问问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大的量？思瑶将单子递了过去。这么多，他们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大公司准备搞野外拉练，所以提前预备一些药品。我不懂这个，反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所以你之前做的那个大生意也是这个公司买的？是的。死丫头，你要问清楚这个公司的底细，别回头出了事把你也绕进去了。我知道你父母走后你日子不轻松，如果实在缺钱，叶叔这里还有10几万，你先拿着用。叶叔，我知道你关心我，钱我不用，要这个药的人是公司的采购，他们拢共1万来人搞活动，本来可以自己联系医药公司的，但是因为跟我关系好，所以想让我也赚一点。好说歹说，叶玉斌总算同意供货。这单次上都是些用于消炎和外伤的药，如果有1万人，这个量就不奇怪了。这些药我可以去给你进货，最快也要3天，你看行不行？行。跟叶玉斌告别后，思瑶又去了酿酒坊找吴伯。怎么，死丫头又要买酒？我朋友说你的酒好，让我再来帮忙买一些，这次要2000斤。什么2000斤？是的，要烈一些的酒。1万人的队伍，度数太低，喝得更多，不如度数高一点，一人喝2两也差不多了。这个56度的，你尝尝看好不好喝？不用，太辣了，我对酒没兴趣。吴伯也不勉强，还是要了10块钱1斤。思瑶让他装好，就送去小卖部，就自己先回去了。而此时，亮叔已经将方便面和水送了过来。不久后，沈金妍带着1箱子金锭进来了。你要的方便面和酒都准备好了。这是300两黄金，算是这批药和酒的费用。好的，以后别给我银子，
我只要没有磕碰变形的金锭。没问题，这次抄家，从那些富户家中拢共抄出白银数十万两，黄金数千两，够来时空超市买好多次东西了。这酒一人一碗也就没了，能否多要一些？你尝尝。沈金岩尝了一口，五官挤成了表情包。这样的酒，一人一碗还不够吗？够了够了，没想到这酒这么烈，若是喝太多，容易误事。这些药还需3天才能备齐，你那边来得及吧？来得及，3天内撤离命令应该还下不来。这些药并非现在就用，而是为以后准备。后续沈家军会被调走，届时再想来你这铺子买药就不容易了。这铺子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得来，你只需要心中默念着时空超市，往你的北面走50步，就能看到时空超市的门。这些系统里都有写，你咋不知道？你不来那怎么能行？你可是我的致富神器呢。真的吗？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出去试一试。不用试了，我相信你。思瑶一高兴就给了他一杯奶茶，我请你，免费的。女孩只是回村摆烂开了个小超市，没想到第一个客人却是个年轻英俊的小将军。此时的沈金岩右手奶茶，左手肉干，吃得不亦乐乎。这个味道很香甜，好吃。这是肉干吧？我们也试着做过肉干，味道却没有这个好，而且天热容易坏。这个不会坏掉，他做了防腐处理，是真空包装，里面没有气。一番讲解后，思瑶说出结论：你若是带了打仗时候吃，这样的天气最少能放1个月都不会坏。这个好，你这里有多少？我都要了。好的，你再尝尝这些。当整整一货架的小包装食品都被沈金岩尝试过后，打包算钱，思瑶都不好意思推销了。反正以后你还能再进来，要不这次就买这些吧。好的。对了，上次那个装酒的塑料桶用来装水不会变味，比牛皮水袋好，下次能否卖一些给我？好的，没问题。你们平时野外喝水需烧开了再喝，能避免肚子里生虫拉肚子。谢思姑娘提醒。另外我还需要买一些拉肚子的药，最近好些士兵拉肚子，估摸着是吃牛羊肉太多，肠胃不适应了。你等我打电话问问叶叔。叶叔推荐了一种叫整肠丸的药，很快叶叔就送了几十瓶过来。思瑶立即给沈金岩讲解用法，沈金岩用贴签写好用法贴上。这些一共多少钱？你看着给就是，实在是之前赚太多，现在开价都不好意思开了。沈金岩却以为思瑶是被自己刻意修饰过的皮相迷惑，乱了方寸。我以男色货人本就不地道，若不能坚守本心，只怕我都要唾弃自己。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我总不能占你便宜。思瑶依然没开价。沈金岩想了想，给了一个10两金锭。这些可够了？够了，还有多的，含泪怒赚几10万，当然够了。那我先走了，明日我再来。劳烦姑娘帮我准备1000个塑料桶。好的，1000个未必明天就能准备完，明天有多少个我给你拿多少个，剩下的尽快给你，可行？可以。将军您可出现了，您再不出来，元帅都要疯了。你才疯了，没大没小的混球。哈哈哈，先让我试试毒。不必试毒，我在铺子里已经都试吃过了，口水都分泌了，居然不让试毒。今晚大军在雍州城庆贺大捷，西麻镇这边留100人就行，你们自行安排。副帅，不必留人在西麻镇了。他低声将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神秘铺子的事情解释了一番。哪里都能进？是的。那行，全军前往雍州城，今晚就驻扎在雍州城外。诺。思瑶这边将金锭放好后，又给吴伯打了个电话。吴伯，麻烦帮忙订1000个10斤的塑料桶，尽量快些。好的，回头跟你说价钱和存量。忙完收工。看着空落落的零食货架，思瑶又让亮叔明天送些小零食过来。几小时后，吴伯就把10升容量的塑料桶送来了。给吴伯结账后，时空超市开始营业。你是不是等了很久了？不然哪有那么巧？我照着你说的法子走进了屋里，门却没开，我就站在原地等着。等了多久？没多久。塑料桶到了吗？到了。沈金岩指了指空荡荡的零食货架。将士们都觉得这个好吃，还能不能再来点？没问题，估计一会儿就送来了。好，还有什么好吃的？你都给我说说。他立刻将那一整排挂着的零嘴都拿了过来。这个是薯片，是用土豆做的，咯嘣脆，你尝尝。这个是溜溜梅，还有这个是酒鬼花生，你尝尝。这边全都是饼干、蛋糕、小面包，你也尝尝。我全要了，还有什么好吃的？我回头再给你弄些你没吃过的，然后你选你爱吃的告诉我，我再给你去进货。好。沈金岩乖得像个宝宝，思瑶看着他的神色，难得有负罪感，主动岔开话题。你们接下来怎么安排？现在还不知道，等朝廷派来的人到了就知道了。如果你离开了雍州城，会去哪里？可能会回京。我和我爹都觉得，朝廷大概会让我爹留在这里继续领兵，让我回京做人质。那你岂不是不能再继续领兵了？这万人军队的吃穿用度就不能找我采购了？所以我爹说，让我趁着还在这边，尽量从你这里多采买一些能留给沈家军的东西。你说沈家军还需要什么？1万人啊，买点啥不是成千上万的？你等等。过了片刻，他用小拖车拖进来一箱金锭，这里有5000两黄金，你看看能买多少东西，你都给我安排上，这几天就要，越快越好。等朝廷的人来了，只怕这些黄金就要上交给朝廷，
沈家军毛都不少，倒不如全部交给思瑶，还能从他这里买些东西。10两金锭362克，5000两黄金18100克，哪怕论克卖，也能卖1个亿啊！若是按照一个金锭80万呢？哇塞，天价大单来了！衣食住行，你们沈家军最缺什么？棉衣、棉鞋，还有烧水用的大锅，粮食也缺，但就算囤积再多，也支撑不了多久，更何况囤粮太多了。朝廷的人来了以后，又会有话说。不过压缩饼干若是能弄，再给弄一些，还有你那个整肠丸和其他那些药都特别好用，若是方便，还请姑娘再给准备一些药，能放久了不坏的是最好。思瑶点点头，手机搜着网店的价格，跟沈金岩开始盘算。棉衣一套90块，棉鞋20块一双，棉帽15块一个，各定1万双，让人送货上门。大铁锅不要，要那种不锈钢的汤桶，容量很大，不容易坏，带着走还轻便。零零总总至少要200来万，若是加上压缩饼干和药，那就要300万啊！我的钱不够了，要用你给的金锭先去换钱回来，才能继续进货。时间紧迫，要不你先走，我先去忙。好，那我先走。这些桶多少钱？不用了，你这些金子够你这次订货的所有，钱还有多的。这姑娘穿得怪异，心思却不坏，明明可以要更多钱，她却主动放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可信之人。思瑶刚准备将金锭放进保险柜，却发现保险柜塞不下那么多金锭。咱现在牛逼了，也是钱多的没地方藏的人了，放哪能放心呢？当别人开店亏本时，他却和古代人换物资赚得盆满钵满，不仅有了多样式的首饰，甚至黄金多的连保险柜都放不下。正当他愁黄金没地方放时，叮咚，时空超市系统自带收银存储功能，宿主可将所有财物存进收银台，都存进去。金锭、银锭、碎银子、铜钱瞬间全都进了一处虚空的柜子，拿出来4个金锭。再也不怕把东西弄丢了。和戴恒熙约好的时间快到了，现在出发吧。兴隆当铺老板，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我今天有客人，小美你上午不用在这里了，先回去吧。好的，老板。兴隆当铺的规矩，戴老板独自接待的重要客人是不允许有第3个人在场的。重要客人难道是这小姑娘吗？可这位司小姐穿着朴素，怎么会有金锭那么好的东西能得戴老板独自接待？难道她今天还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来了呀，快请坐。不用客气。今天上午你是唯一的贵客，我先把门锁上，避免打扰。当思瑶拿出首饰匣子，戴恒心眼睛都直了。怎么了？这匣子很值钱。这匣子里面装了东西。是啊。这匣子怎么能装东西呢？若是将匣子划伤了，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说着，戴恒心就将匣子打开。你这些，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些到底能值多少钱。谁知道你看着那首饰匣就疯了。戴恒心小心翼翼地将首饰分别放在托盘里，忍不住道：司小姐，我能不能提个建议？你说。以后这样的东西，你能不能好好珍惜，分别用盒子装好？你这样囫囵装在一起，对这些宝物简直是糟蹋。下次我一定注意。这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首饰匣。是首饰匣没错，可这东西用的是沉香木罗甸工艺，之前莫德拍卖的罗甸首饰匣还没有这个大盒精美，都拍了2000万。一个匣子2000万，要是被我卖了，会不会被判刑？司小姐，你怎么了？我只是请你帮我看看，没打算卖，这样不犯法吧？哈哈哈，当然不犯法，不过这东西你不要再给别人看了，寻常人看到这样珍贵的东西，难免会起歪心思。好，我一定不给别人看。那还需要我跟你讲解吗？你说吧。于是戴恒心又一大通专业讲解，最后得出结论：你这个东西如果能够上拍，只怕不比那个便宜。那这些首饰呢？这些所有的加起来大概200万左右，虽然工艺都很不错，但实际上价钱不会太高。这是现代版的买椟还珠，这盒子比里面的宝贝还值钱。那什么，我还是带回去吧。一会儿我送你回去，你自己放好。好。收拾好了眼前的一切，戴恒心随口问了一句：还有什么要看的吗？你还收金锭吗？收。思瑶拿出4个10两金锭。你介意我叫我大伯过来吗？你随意，我都行。学生又要姚大佬来了，毕竟是几百万的生意，姚人也可以理解。不多时，戴老年就来了。小丫头厉害啊！戴老年这次没看多久，点头道：是真的。戴恒心爽快地给了320万。思瑶准备告辞离开。我送你。不用，我叫个车就行。拎着这东西，你也敢打车？你怎么想的？那就麻烦你了。戴老年一听这话，就知道那包里头有好东西。戴恒心假装没看到大伯的神色，只让大伯帮他看店，就送思瑶离开了。老板都需要姚人来确认的东西，看来真的是好东西。戴恒心再回到店里时，戴老年满脸好奇，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还要你亲自送他回去？是一个金银丝镶嵌罗甸漆器，沉香木的。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叫我看看？人家没打算卖。再说这东西就算他敢卖，你我敢买吗？戴老年沉默了。他虽然对古文物痴迷，却知道红线不能踩。这小丫头到底什么来历？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东西？
他是我外公村里的，家里开了个小卖部，去年父母车祸死了。大致将从他外公那里打探到的消息解释了一番。这东西不可能是他父母留给他的，哪来的呢？我也想知道。他手里一定还有好东西，你说话注意点，别把人得罪了。要是他有东西卖给你，只要不踩红线，你就高价收，不抠搜才有下一回。我知道，如果不是存了这个心思，我哪会直接给320万？要知道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司瑶刚把东西放进空间，想了想，拨通了戴恒新的电话。戴老板，你有没有门路能帮忙租到附近的库房呀？我有朋友是做仓储物流的，我帮你问问，他那里肯定有库房，就是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要不我直接带你去看。会不会耽误你做生意？你就是我最大的客户，服务上帝我耽误什么？我这段时间都卖给他好几百万的金银锭了，可不就是大客户吗？戴恒新去而复返，那不是老赵的外孙吗？好像是。他和思瑶妹子好上了吗？可能是。听说老赵这个外孙挺有钱的。废话，没钱能开奔驰吗？思瑶浑然不知自己和戴恒新的关系已经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我有个初中同学就是做物流仓储的，我准备带你直接去找那个同学当面谈。非常感谢你，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能卖，什么不能卖？我不想什么时候就把自己送进去了。戴恒新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吓着了。你放心，我不会坑你，就算你拿来的东西不能卖，我也会当不知道，让你直接带走的。我相信你，那你也给我说说呗，好歹让我心里有个数。民间能够在明面上买卖的古董大概就2类，一种是能证明祖上传下来的，一种是个大拍卖会拍卖，或者从国外买回来的，有明确的购买证书的。当然私底下许多人就不顾及这个了，只要不被抓住，那就没关系。思瑶听了这些以后，突然就不害怕了。我的金银财宝都塞在空间里头，什么都找不到的情况下，只要我不承认，谁敢说我有来历不明的古董？不多时已经到了目的地。哎呦，戴总来了，快里面请，这是嫂子嘛？嫂子好。你好，我是戴老板的朋友。我是冯香宁，你这边对库房有什么要求吗？位置可以偏一些，但是不能太远，要单独的库房，不用太大，能开进去一辆车，放2、3车货的就够了。这好办，这样的库房我这边有3个，要不你都去看看，然后挑一个。思瑶和戴恒新最终挑了旁边村子边上的库房，因为戴恒新的关系，冯香宁很是大方，1年只要3万块且不要押金。思瑶当场付款了，双方很是爽快的把手续办完，签了合同。思瑶立即在网上订货，让人送到库房这边来。我想买个车，你有什么好建议？买车好说啊，以你现在的身家，选择余地很大。你想要什么牌子和价位的？15万左右，大一点，底盘高一点的。那就国产车。一番推荐和确认后，思瑶选了马自达。要不要选好一点的车？不用，我买车主要是因为要跑库房，总叫车不方便。有些女生为了虚荣，刷爆信用卡买奢侈品的事屡见不鲜。你倒好，刚进账300多万，却只选10几万的车，还真是不一样。戴恒新立即带他去买车，买完车，思瑶跟戴恒新告别。我这2天还有急事，等忙过了这2天，我请你吃饭。这是用完就丢吗？不对，我陪大客户来买车，这算是他对我的信任。我这是怎么了？到家时，葛春玉就来了。思瑶啊，那个欠货款的都追到我家来了，你怎么不还债？姨妈，你怎么这个时间来了？我听说你做大生意了，卖了几万箱压缩饼干，一单就赚了几10万吧，都赚这么多钱了，那点货款都舍不得还掉吗？姨妈接手你这个小卖部后，赔了不少钱，你说要回去，我1分钱没要就还给你了。如今你发达了，怎么还要姨妈往里面填钱呢？果真是巧舌如簧，黑的都能说成白的。难道是当初他想接手这个铺子，我没要他的钱，他就以为我是个软柿子？我也不要你再给我钱，我这1年就当白打工了。可你不能再让我亏钱进去啊！姨妈，既然你说的这么有理有据，不如这样吧，明天我请外婆、舅舅，我们一起吃个饭，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行不行？那行，你定好了位置，在家族群里发出来。翌日，思瑶开车往香味楼赴约，不多时，人全到齐了。瑶瑶，这是有什么好事要请我们吃饭？先吃饭，吃了饭再聊，免得一会儿闹起来，大家吃不下饭。瑶瑶，事强要不还是先说清楚，免得我心里不踏实。那行，姨妈你看，要不你先说说情况？也行，之前小妹走了，我想着帮忙把铺子开起来，谁知道1年下来1分钱没赚还赔了，我也不叫瑶瑶给我开工资了，但是我亏出去的货款，瑶瑶你能还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姨妈说完了，那现在我补充一下，当初是姨妈主动说她愿意开，自负盈亏，我交给姨妈的时候谈了账，没有欠1分钱的货款，我和姨妈签了合同的。思瑶又把接手超市时少了2万块钱的货和几个陌生的新批发商来要债的事情细细说了。姨妈，是这样吗？这件事他们事先听葛春玉说过一些，但并没有听过思瑶的版本。如果早知道，他们今晚便不会来。
我是赊账了，可还不上那不是因为没赚到钱吗？如果能还上，我肯定早就还了啊。您拿的那10几万的货，就算按照批发价卖出去，也不可能还不上人家的钱，除非你都丢进了渭水河。但是我想姨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不要工资的吗？我一天从早守到晚，算1万块钱1个月，也不算多吧？所以姨妈，你并不是还不上人家的货款，而是我没给你工资，你就从供货商那里拿了10几万的货，抵了1年的工资，是这样吗？是又怎么样？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也觉得我应该帮忙还这个欠款吗？你都跟瑶瑶签合同了，那就是你的事，你干嘛不还钱，让人家找瑶瑶呢？这就是上法院也是你的问题呀。我这不是没钱吗？你2个外孙现在都没房，连老婆都讨不上。我听说瑶瑶最近做大生意，一单就赚几10万呢，她来出这个钱也行嘛。听到2个外孙还没房，怕娶不到媳妇，外公外婆都沉默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我一单赚几10万的谣言，可我就是一单赚几千万，那也是我赚的，我也没道理给你还债。这货款的事情，你和你姨妈商量着来，你姨妈也不容易。原来偏心从来都是没道理可讲的。那我就是没钱，他们告我，大不了我去坐牢。如果姨妈非要这样，那就法庭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大不了这超市我不开了，反正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又不要花钱娶媳妇。思瑶摆出了光棍态度，倒是把大家都看愣住了。瑶瑶，你看这样行不行？这12万货款我确实是还不起，我刚给你表哥买了房，交了首付还要还房贷，这钱我出一半，你出一半可以吗？原来从我这里薅走的钱都给废物表哥买房了，我这心也冷了。我这里有一份协议，只要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姨父姨妈都签了字，这一半的钱我来出。看完后，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思瑶，只要帮我还了这6万块钱，以后你外公外婆的赡养、病痛、丧葬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是要跟我们彻底撇清关系？难道以后外公外婆的房子还有我一份？或者舅舅和姨妈万一有什么意外，家里的财产继承还准备分我一杯羹吗？长辈们集体僵住，不想签合约的舅妈一家子也沉默了。这反向威胁可还行？最终在葛春玉的撺掇下，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还是签了协议。外公外婆，以后我每年过年会去给您2位拜年的。瑶瑶，要不我送你回去吧？关键时刻不作为，现在来做好人没意义。多谢舅妈，不用了。你现在又没车，你舅妈要送，你就让她送呗。我开了车过来的，就不用麻烦舅妈了。新车吗？刚买的嘛，这车10几万呢。瑶瑶啊，你都有钱买车了，还跟姨妈计较那点小钱？姨妈，你要是这样说，那我可就不承担那钱了。我就是一单赚1000万，那也是我的钱。你家新房首付是用我小卖部名义赊欠货款凑的，你不也没分我一半吗？走，人家又没打算帮你，都要跟你断亲呢，你还说这个干什么？看着崭新的车，舅妈意识到思瑶不是之前想的那么没本事了。那行，你慢点开，到家了给我个信息。舅妈，又没多远，我没事的。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活得很好。翌日中午，思瑶买的棉衣、棉鞋和棉帽都到了。现场结账后，时空超市再次开业。很快，沈金妍就进来了。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厉害？竟然1天时间就弄来了1万人穿的棉衣帽。你赶紧弄走，接下来还有锅碗瓢盆、零食和压缩饼干，你还要再来2、3趟才能拿完。女孩只是回村摆烂开了个小超市，不料却意外和古代将军换物资，获得5000万两黄金。可她每次却只敢卖4个金锭，不料却还是被当铺老板发现了端倪。但他并不打算揭发他，甚至还打算加入他。于是双方很快就到了约定的地方。你手上应该还有许多东西要出手吧？我现在只有20多万的现金了，如果想要继续给沈金妍供货，肯定得卖金银锭或者别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你能说清楚不？当然说不清楚，我总不能说是古代将军给的吧？你这里不收了吗？收的，短时间肯定没问题。可你如果长时间这么卖，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戴恒新不会只为了拒绝收购就找我，那他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要不我们合伙开一个艺术品拍卖公司？不过也可以和戴恒新合伙开公司。我不会管理公司，我也不清楚这种公司需要怎么做。如果合作，我们该怎么合作？哈哈哈，这事我来办，你只需要负责提供东西就行。东西拍卖出来的钱款，除了按照惯例应该给拍卖公司的佣金，货款都归你。至于拍卖公司的分红，则按照我们后续的盈利和各自的股份来分。戴恒新想了想，又提出了新的想法。如果要把公司做大，我的底子不够，还需要拉人进来，不是为了让对方出钱，而是对方的圈子以及他背后的后台。行，但是人必须可靠。那没问题。双方商量定了，戴恒新顺势要请思瑶吃饭。上次说了要请你吃饭，不如就今天。那好吧。2个人刚走到海底捞门口，迎面就碰上了几个穿着花花绿绿的年轻人。老戴，你怎么在这里？这是谁啊？
何少，我正想着找你呢，没想到就看到你了，一起吃饭。妹妹，这家店的老板是我朋友，他们是做夜场的，白天基本没什么客人，这酒馆我们包场了，方便说话。自从戴恒新说思瑶不是他的女朋友时，何良聪眼中兴趣浓厚。哎，如果戴恒新早说要找的合伙人是这个样子，我直接就拒绝了。他这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做事的人。多谢何少有心。哎，叫这么客气，你叫我聪哥就行。我今天找你是有些事情想和你商量。等戴恒新说完，何良聪忙不迭的点头。这太可以了，我从前就看好你，知道老戴你有本事。瞧瞧，这才多久你就鸟枪换炮了？公司还要带上他，他背后有货，可以支撑起拍卖公司。啊，这个衣着朴素的漂亮女孩，竟然才是支撑老戴开拍卖公司的底气。尽管何良聪心中疑惑，但还是没有当众质疑。吃完饭，思瑶要买单，何良聪却大呼小叫：“妹妹，你这是打我脸呢？我的地盘叫你买单？姑娘，不用买单，这酒馆何少也有股份。”思瑶只好作罢，自己开车回家。你说他背后有货，怎么看都不像是背后有人的样子。那些背后有人的年轻女孩，哪个不是满身奢侈品？刚才那个浑身上下加起来都不到1000块。我从他手里收过货，不止一次。何良聪想了想戴恒新的专业，最终还是相信了他。跟何良聪告别后，戴恒新给思瑶打了个电话。别的都不需要操心，只等公司注册过程中，你提供一下证件就行了。接下来需要提供的就是拍品。好的，拍品完全不用担心。沈金岩之前拿来的东西就足够开一场拍卖会了，要是能有一些瓷器盒就更好了。思瑶刚准备吃饭，这不沈金岩就来送货了。你这是？